假如现代军队群穿异世界会咋样？热武器和剑与魔法怎么对决？二次元公约绝不先试用核弹哈。这个男主叫伊丹耀司，他表面是霓虹自卫队里的陆卫，实际上是个彻头彻尾的阿宅，对纸片人妹子情有独钟。好不容易休假一次，起床就溜达到最大的动漫展，准备去淘新出炉的同人本和谷子。可就在这时，银座街头出现异变，空中猛然出现一扇大门，大家还以为是电影特效宣传呢，结果里头一下飞出了一头龙，随后就跟着一堆诡异的生物，还有穿盔甲的士兵们。随着战斗的信号一吹，这帮异世界的士兵开始无差别攻击，街上的市民惨遭毒手，现场一片混乱，所有人慌乱逃生。大楼里的伊丹一看这情况，赶紧跑下楼去救援。此时警察举枪打下了龙骑士，没料到那家伙一落地就朝他扑过来，关键时刻伊丹一个闪身，一把制住了龙骑士，顺手捡起匕首，一刀结束战斗。接着他帮着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市民撤到安全地点避难，可异世界大军都快闯到门口了，这里撑不了多久就会被闯入。政府那边一通电话打过来后，警方赶紧开了内部的大门，带着市民往里面跑。正巧这会儿陆军自卫队也来了，直升机开启攻击模式，对着龙就是一顿猛轰，地上的敌军被机枪打得跟筛子似的。热武器技术后，局势逆转，这下异世界的军队全被干掉了。男主因为疏散人群速度快，被当作英雄，升官加爵，变成了2等陆卫。事情落幕后，政府那边根据这件事开会商量，定了个应对计划。他们说就算把门给砸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是门毁了，谁知道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又冒出来。政府就想着得把门那头定成日本的特别区域，不久就要派精英部队过去，到门的那边去和那边的势力谈判。男主也在队伍里。转眼就到了出发那天，路边放着好多花，哀悼那天去世的人。首相和指挥官在台上轮流讲话，既鼓舞士气，也让大家做好战斗的准备。指挥官一声命令，士兵们迅速装弹，枪上膛，坐上坦克，往异世界的方向开。谁也猜不到那边会是啥情况。男主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听同伴说异世界有猫耳娘，他立刻就精神了许多。坦克一穿隧道，眼前就是异世界的军队，在现代武器的压制下，敌人全被干掉了。现代军队顺利占领了门后的区域。前线的消息一传回来，政府上下都吓了一跳。异世界的皇帝当然也挺担心，但他更怕的是帝国元气受损，周围的属国和王国可能会趁机来捣乱，所以决定对现代军队的事保密，就以帝国的名义组织联盟军，叫那些小国和其他各王国也派兵，直接和现代军队开干，那样他们就元气大伤，到时候就没那本事再来惹帝国了。联盟军很快集结了30万人马，所有将领都聚一块，开始谋划下一步的攻略。就差帝国那边的大佬没露面，说是路上碰到敌军了，正跟他们对峙呢，希望其他王国的军队能天一亮就发起攻势，给帝国军队来个配合打击。其他将领也没多想，个个都争着要当先锋，好在帝国面前卖个好。次日联盟军已经出发了，帝国军的影儿还没见着，他们刚过警戒线，现代军队的炮火就迎头砸下。转眼间战场烟尘滚滚，迪兰这位老将军还没出兵，看着这情况，还以为哪个火山爆发了。等他们赶到战场，才看清晨出发的1万大军全都没了，一个不剩。第二天，联盟军又派了4万人，结果还是被打得片甲不留，死的人数都超过半数了。各路军队那股劲儿早就没了。迪兰这才发现敌军不是吃素的，就打算趁夜色隐蔽，溜到敌人背后突然来个袭击。谁知还没逼近，天空突然亮起照明弹，四周明亮的就像白天一样，突袭的计划完全泡汤。迪兰只好带领部队冲了上去，下一秒战马被铁丝网绊了个正着，迪兰自己也狠狠地栽了个跟头。士兵们急忙冲上前帮他起身，但迪兰大喊着让他们赶紧撤，可话音刚落，在子弹雨中盾牌被打穿，士兵们一个个倒下。听闻12万盟军全军覆没，皇帝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为了防止敌人打到皇城，他下令将沿途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付之一炬。不仅如此，还得在井里下毒，把粮食和牲畜都转移出去，确保敌人补给线断绝。
这边三皇女平娜求见皇帝，她觉得敌军对帝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必须马上想出对策。皇帝就让他带着骑士团去侦察敌情。另一方面，男主被任命为第3侦察小队的队长，他得去收集异世界的情报，并且跟当地民众搞好关系。男主带队立刻动身，他们到了最近的村庄，用现代食品和村民搭好了关系，拿着村民给的地图继续上路，打算去附近的森林探个究竟。但现在天色已晚，打算在这儿扎营，等早晨再走。没想到刚到河边，就见到森林大火滔天，看来是遇到龙的袭击了。男主赶紧指挥队伍去救援，可是他们还是来迟了一步，整个村子已经变成废墟，生还者也不知去向。就在这时，男主在井里意外发现了一个幸存的精灵女孩，经过紧急救助，女孩终于安全了。但现在问题来了，该把她安置在哪里呢？男主琢磨了一下，决定还是先往村里走走，看看村里人愿不愿意收留这位精灵。谁知道村长一听这事儿就脸色全变了。由于火龙记的精灵和人类的味道，他出没在这附近，意味着村子可能也危险了。村民们于是开始收拾东西，打算撤离这个家园。男主他们也不忍心置之不理，只好暂时当起护卫队伍来。另一边，有帮土匪听到了这风声，打算在途中伏击村民。这时，个性的哥特萝莉跳出来了。他叫萝莉，是黑暗之神的门徒，还是神庙里的一名神官。盗贼们想溜，他直接冲上去，轻而易举就把他们解决了。翌日，男主和萝莉碰了个正着，从小孩那儿知道了他是神官。男主觉得挺震惊的，这异世界的神官真是够潮的。萝莉突然靠了过来，因为他对武装车特别好奇，就这么坐到了男主的怀里。众人继续踏上了行程，结果火龙不知怎的又冒出来了。男主马上下令部队准备迎战，但他们手里的冲锋枪根本对付不了火龙。精灵妹这时候醒了过来，焦急地指着自己的眼睛。男主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火龙的软肋是他的眼睛。他马上让手下瞄准那目标，抓住火龙放松防备的时刻，他的手下迅速拿出了火箭炮，大伙儿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村民的伤亡还是很严重。简单的给死去的人办了丧事之后，幸存者们打算去亲戚家避难，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法照顾那些幸存的孤儿和老人们。男主心里过不去，不想丢下他们，就想着得把他们带到军队驻地去。这地方是军事堡垒，可不是给难民住的地方。可人都来了，领导也只能先报告上级了。另一边，2等陆尉柳田把他发现的新情报报告给了指挥官。那些异世界的原住民长得跟咱们人类一样，大多数是种田的，不过关于他们政治体制的信息还没查清楚。正好男主带了一帮难民回来，可以借机了解更多情况。这样一来，难民安置的事儿也就批准了。男主也被安排去保护和监视难民。从上司办公室出来以后，男主被柳田叫到一边。他明白之前回来的路上，小队的通讯信号断是故意为之，就是为了不接到丢下难民的命令。对于他们来说，异世界是座金矿，唯一通往2个世界的门偏偏开在了日本。为了争夺异世界的资源，日本可能得跟半个世界过不去。所以柳田希望男主利用跟难民的好关系，尽早弄清楚异世界的详细情况。第2天给大家登记完信息，男主他们用挖土机开始建房子。魔法师磊来从来没见过这种铁疙瘩，他对这个新鲜事物可好奇了，心里满是惊奇。中午还做了饭给大家吃，他从没用过的食材做的，不过味儿还真的挺不错。驻地还配备了澡堂，对那些异世界来的人想洗个热乎乎的澡不容易。想那澡堂啊，通常也就那些贵族才享受得起，所以磊来对自卫队特别好奇。他打听了一番才明白，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叫日本的国家。这种奢华的日子让他们心里有点不踏实，担心哪天得卖身给军队。正当精灵妹杜佳忧心忡忡的时候，磊来带来了个好消息，战场上挺多死去翼龙的尸体。男主表示自卫队不缺龙鳞，让他们自由处理那些龙鳞挣钱，有了这笔钱，他们就有谋生的路子了，不必再害怕被卖了。男主之所以这么答应，其实是打算借他们卖龙鳞的机会来了解一下异世界的商贸信息。同时平娜他们在酒馆里听说了男主他们打退火龙的传闻，觉得这事儿有点难以相信。
毕竟火龙那是灾难级别的存在。直到平娜亲眼看到躺在病床上快成废人的迪兰，他本想弄清楚敌人的真面目，可是迪兰死活不肯说。要不是帝国的欺骗手段把他们当炮灰一样牺牲，亡国军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面对平娜的迫切请求，迪兰还是不为所动，说真想了解的话，那就自己亲自去看看吧。平娜可不会那么轻率就冲上去，他打算先去伊塔里卡看看情况，那儿恰好也是男主他们要去的地方。可他们还没到，就看见城市上方浓烟滚滚，男主他们立刻决定去看个究竟。这时候伊塔里卡城正遭窃贼团伙袭击，是亡国残党组成的，他们没被现代武器干掉，反成了一帮盗贼。因为缺乏经验，平娜带的民兵损失惨重，要是就这样撤了，那帮贼闯进城肯定大开杀戒，所以他只能撑着，指望着骑士团3天后的救援。平娜躺在床上不禁回想，她虽是公主，却是庶民出身，不受宠，是为了立点功业才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贵族后代组成了骑士团。7年后被皇帝指定为蔷薇骑士团，本以为总算出头了，哪知道皇帝根本就不把他们当回事，好不容易才接到一个侦察任务，结果一开局就不顺。这时男主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城门口，平娜以为是敌人来了，只敢从门上的小窗户往外瞧。他看到萝莉从车上下来，一下子目瞪口呆。要是这位传说中的死神使者，如果他也变成敌人了，那肯定是赢不了的。既然这样，平娜决定不抵抗，直接准备让他们进城。他带着他们去了领主府，说伊塔里卡是个关键贸易城市，可是主要军力都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没人回头，城里的治安那就更糟糕了，现在连保护城市都困难重重。所以平娜求他们能帮帮忙守住这个地方。男主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然后在平娜的带领下直接去了南门站岗。看着那些前派来的哨兵，男主猜平娜可能是想用他们几个做诱饵，勾引敌人自己跳进陷阱。虽然他觉得敌人不会那么容易中计，但毕竟指挥的是公主大人，男主也就没多嘴。这时候萝莉就问他干嘛要帮着敌人，男主解释说为了保护城里的老百姓，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另一个原因嘛，就是想让平娜知道，在实力差距这么大的时候，和他们搞好关系才是明智的。转眼间夜幕降临，敌人却没像平娜预计的那样来打南门这个软柿子，相反他们选择了东门发起进攻。男主他们看到东边火光冲天，但不能立马就冲过去支援，同时东门被攻破了，敌人蜂拥而入，开始屠戮。平娜看着这一切，心里满是后悔，她想求男主他们帮忙也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把他们当废棄扔南门了，同时还有死去的灵魂不断通过萝莉的身体献给神，这让他忍不住想爆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东门厮杀。萝莉一走，男主他们立马开车追了上去，边开边跟指挥部打电话确认情况。其实他昨天就联系过了，跟指挥部要求支援，想着任务紧迫，时间不等人，指挥官就派了武装直升机来，现在再过5分钟就能到战场上。天蒙蒙亮，萝莉也到了东门。这时候直升机发射的导弹也飞了下来，大火光蹿天而起，城门口的敌人逃都逃不掉被清扫的命运。一边倒的战况被现代火力彻底翻盘了。等外头的敌人都清理完了，男主接到队友的消息，10秒后就要清扫城里了。男主急得不行，赶紧带着伙伴们冲过去，把萝莉还有那位士兵妹子救出来。紧接着城里的敌人都倒下了。平娜目睹这一切，傻眼的同时心里也慌得一批。面对这种绝对的实力，他们简直像蚂蚁一样渺小，这么强的对手怎么打得过呢？平娜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救城市的人竟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帝国军的敌人。要是人家想占城，民众肯定连反抗都不会，可能还得热烈欢迎，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局面。谈判的时候，平娜这边允许男主他们在城里做生意，而且免税。不过他心里盼着谈判一结束，自卫队赶紧离开这个小镇。他们本来以为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答应，结果人家倒是挺痛快的就同意了，只是提了个条件，对待俘虏需要人道主义。磊来他们把龙鳞卖给了当地商贩，赚了一大笔。大伙儿开车往基地的路上，这时候蔷薇骑士团出现了，拦下了他们的路。
男主考虑到刚签的协议，就主动下了车去谈。谁知道这帮姑娘们反应这么强烈，他只能让手下先撤。紧接着他就被蔷薇骑士团带走了。平娜听到这消息气得不行，毕竟守城的功劳全是男主他们的，更何况和平协议才刚签，当天就被这么快破坏了。要是男主因此闹事，那帝都可就危险了。所以平娜叫他想办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算拿自己的名声担保也行。同时在伊塔里卡的城墙上，救援队长的计划动起来了，利用精灵石把守卫催眠了，其他人趁机悄悄接近城主府。他们还不知道男主还活着，借助超强的前行技巧，整个团队有条不紊地进发。可他们的一点小动静还是被敏感的兔人族发现了。在女仆长的指挥下，战兔和猫妖被派去迎战，要不是男主的手下收敛，他们可能就回不来了。最后在2位的带领下，小队总算是找到了男主。不过正当这时候，黄毛做足了心理准备，心里小鹿乱撞地推开了门，但看到屋里欢声笑语，看到床上的男主乐开了花，身为贵族的他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走到一脸惊慌的男主面前，举手就是给他好几个巴掌。平娜知道了这事儿之后，看着男主脸上的手印，简直气炸了。平娜拼命想讨好大伙儿，想让大家先吃个早餐再说。可就在这时，一个士兵的话完全击溃了平娜的心理防线。他清楚，只要男主一开口，帝都可能就要灰飞烟灭。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试试，直接提出要亲自到军队驻地道歉。在异世界和现代的首次对话会上，只因为萝莉穿了件黑神官服，他就断定这孩子没了爹娘，认为这是男主他们的不是。只见女人好像找到了把柄似的，她那股子劲儿里透着凶，说话的语气也特别强硬。这一刻，她似乎要压倒所有人。突然间，女人好像听到了唤声，她从没想到异世界来的萝莉居然会说这儿的语言。萝莉说是多亏了男主他们才从火龙那里保住了性命，才有这么多人得救。萝莉觉得眼前这女的狡辩混淆视听，在她看来这招还真是稚嫩。你懂了吗，妹子？可这声妹子好像触动了女人的痛处，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又一次冲着异世界人开了火。听起来这就挺扎心的。萝莉不禁嘴角轻轻翘起，现场氛围明显就不对劲了。这时候男主站出来了，他半推半就地带着萝莉离开，然后就跟大家说，萝莉看着小巧可爱，实际上已经900多岁了，所以这声小妹妹一点儿也不夸张，让那位女士哑口无言。既然没理，也就不再为难大家。同时在会议大厦的另一边，平娜公主也和有关方面达成了协议。事后大家在地铁里和男主团聚，自从会议结束后，就有人心怀叵测地盯上了他们，再加上这是异世界人第一次坐地铁，所以他们都显得特别紧张。即便像亚神一样的萝莉，也不得不紧抱着男主寻找安全感。幸亏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没持续太久，不久后大家就到了银座的目的地。就在这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手突然抢走了萝莉的镰刀，可那人很快就不知怎的摔倒了。作为安全负责人的居田对此感到困惑，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他万万没想到那镰刀会这么重。萝莉他们正准备去享受温泉，突然他注意到窗外有双眼睛似乎在密切关注着他们。那些男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妙，尽管离澡堂还有1公里，但那透过光线发出的强烈寒气明显是在催他们赶紧离开。但根据上头的命令，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暗中保护大家，因此男人很快和小队会合。不过就在不远的公路边，有来自他国的人带着不善的意图慢慢地接近了这里。漆黑的夜色好像要有一场腥风血雨了。萝莉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所以她没打算去睡，她在一边努力让自己冷静。因为周围战争产生的亡魂现在正通过萝莉的身体献祭给死神，这让她感觉既梦幻又不真实。但是想到之前在伊塔里卡城，萝莉坐在地上感到昏昏沉沉，男主马上就懂了发生了什么。但这儿毕竟是现实世界，现代武器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男主不想让萝莉去冒险。可是这么一来，他无法宣泄的情绪真让男主觉得为难。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了，两人立刻回过神来。男主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这样一来，外面的人就倒霉了。同时，三方势力在这里聚集，他们都不懂发生了啥。突然，萝莉出现了，大战就要爆发了。萝莉拿着死神的镰刀向众人冲去，那恐怖的气势让所有人都震惊。她就像是一位无敌的战神，暗黑镰刀所到之处，无人幸免。同时，各方势力也没停止争斗，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只有拼命才有生存的机会。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抵抗，凭借萝莉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她还是轻松制服了所有对手。指挥中心通过夜视镜观察，发现除了萝莉之外，现场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连男主都有点不敢相信，没料到他竟然这么厉害。时间飞快，转眼就到了第二天。这次现代世界的旅程也快结束了，在男主和他小队的护送下，萝莉他们来到了市中心的广场，给之前异世界侵略遇难的人敬献了纪念的鲜花，然后就回到了熟悉的异世界。平娜整理完这次的行程报告，准备交给皇帝的时候，大家又一次陷入了争吵。傍晚时分，萝莉在酒馆里打算借酒浇愁，跟男主聊天到天亮。正当他沉浸在即将实现的幻想时，暗黑精灵突然的出现搅局了。萝莉立刻情绪失控，她的眼神凶狠地盯着那女人。那个才300岁的暗黑精灵竟然敢称呼她是个孩子，难道她是嫌命长吗？就在这时，暗黑精灵却说他是来找绿衣人帮忙的。没想到会遇到喝酒的无赖，萝莉立刻就有了点子，马上装出无辜少女的样子，指责男主逼她喝酒。暗黑精灵听了怎么能忍，马上拔出他的长剑，准备当场解决男主，还不忘安慰萝莉没事。转眼间，男主已经跑到街道尽头了，他没办法，只好回到酒馆。可一回头，萝莉也消失了。这下暗黑精灵也哭笑不得。不过话说回来，暗黑精灵这次出手真的是为了求助绿衣人，因为他的家乡正面临空前绝后的巨大危机。几个月前，火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下就把暗黑精灵的村庄夷为平地，一夜之间族人死伤遍地，他们只好退到山洞里避难。可这种藏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暗黑精灵的灭绝看起来已成定数。就在长老们差不多要认命的时候，一个关于绿衣人赶走火龙的传言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之火。瑶作为幸存的家族成员里武艺和智慧都很出色的年轻人，背起了拯救族群的大任。他携带着家族的宝贝来寻求绿衣人的帮助，甚至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他怎么也没想到，刚到小镇就树敌的那个家伙，后来竟成了他唯一的救星。第二天，瑶找了好多绿衣人商量，但由于语言障碍加上瑶急躁的性格，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举动。结果瑶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瑶那时候无辜的要命，根本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一听到家乡遭到火龙攻击的消息，当调解人的磊来不由得想起那些火龙屠戮难民的场景，他知道那是多么痛苦的回忆。磊来于是带着瑶去找指挥官寻求帮助，但指挥官明确地告诉他没办法援助瑶，因为瑶居住的森林已经超出了军队的管辖区域。现代部队若是过了这个界限，那就等于是在挑衅别国。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直到有个士兵跟他说，如果信得过就去找男主。为了求得绿衣人的援助，瑶决定找那个境遇相似的杜嘉商量对策。面对家族即将灭绝的残酷事实，杜嘉心中那些被封印的记忆被唤醒，时间不再有悲伤，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剧烈的反应让杜嘉晕厥了。然而瑶对此意外地感到满意，因为他想获得男主的协助，要想治愈杜嘉的内心创伤，摧毁火龙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但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无耻，面对堪比航天要塞的火龙，精灵们束手无策，即便横扫整个异世界大陆，也找不到能匹敌他的人。毫无疑问，这策略起作用了。因为作为队长的男主角无法坐视杜嘉受苦。然而正当大家刚到达目的地，瑶急忙去通知族长消息，精灵护卫团意外出现，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显然暗黑精灵们将男主他们当作了敌人。正在此刻，上古火龙突然现身，可怕的气场迅速覆盖了整个现场，人们瞬间被无尽的恐惧吞没。只有男主立刻反击，但单凭枪械别说击败火龙，甚至连他的皮肤都划不开。
然而就在杜家即将被吞噬时，死神萝莉持镰刀迅猛攻击，磊来也蓄力待机，暗紫色的魔法球迅速前进。就在他即将击中目标时，火龙一个闪避就躲开了。这时火龙感到了极度的愤怒，一道强烈的龙息猛烈地喷射出来，强大的龙爪紧跟着攻击，把萝莉狠狠地砸向地面。同时克服恐惧的杜家手中的火箭炮已经瞄准了火龙，快点扣扳机吧！但火龙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招，振翅高飞，直奔云端，转眼间就从众人眼前消失了。幸亏暗黑精灵们知道火龙的老巢在哪里，经过一整晚的休养生息，年轻的族人也加入了猎龙团队。男主带头教他们如何操作现代武器，都记好了这些使用须知很重要。然后大家就朝着火龙的巢穴出发了。我们分成2支队伍行动，让力量超强的萝莉负责外围巡逻，而男主他们负责在龙洞布置 C4 炸弹，把爆炸物围成一个圈，同时引爆，集中爆炸力量，再加上剑刃，杀伤力会更大。就在男主拉好引线准备撤离的时候，正要带领队伍离开，那火龙又突然出现了。其实萝莉早就注意到了火龙，可是对讲机却一点信号也没有。那冷冽的龙眼仿佛利剑穿透一切。看到这一幕，一个暗黑精灵立刻慌了手脚，他不顾一切冲着火龙就是一招，结果不仅一点伤都没给火龙造成，自己和同伴还送了命。男主装填了最后一发穿甲弹，这可能是除了 C4 之外唯一能干掉火龙的东西。但一个被击飞的精灵不仅搅了男主的布局，还不小心把那发弹头给打了出去。那火龙愤怒至极，开始狂乱，在洞穴里横冲直撞，屠杀精灵。就在男主想要引爆 C4 的时候，发现连接起爆器的电线竟然断了。为了给男主争取接线的时间，暗黑精灵们不惜牺牲自己发起了冲锋。与此同时，磊来用尽他的魔力，令洞穴内的武器听从他的指令，剑影闪耀，空中突现出一座巨大的剑阵。磊来突然大喝一声，剑芒耀眼，犹如繁星洒落，宛若银河倾泻，一道道锋利的剑刃刺向火龙的身体，天地似乎在这一刻震动了。但磊来也因此耗尽了自己的魔力，火龙差点就把他们3个吞没了。杜家则是仰头发出一声长啸，他的元素炮直冲云霄，射向高空，强烈的能量波动引得云层共鸣，一道闪电瞬间劈下，将火龙麻痹，而周围四散的碎片在这一刻也随着电流一起飞散，正好是 C4 爆炸的时机。爆炸的力量直冲云霄，最终恶龙倒地，再也没能爬起。就在男主他们快要逃到出口的时候，发现满身伤痕的萝莉正躺在地上，似乎命不久矣。男主急忙冲上前去检查情况。就在这时，一个人影从硝烟中出现，他自称是萝莉的妹妹，一位使徒。萝莉在出发前已经和男主立下了约定，承担了男主在洞穴中受到的所有伤害，因此吉塞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他奉命要带走萝莉的生命，特意召唤了2只龙，准备一举拿下所有人。男主见状，一把抱起萝莉就往外跑。就在吉塞尔即将完成任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几枚导弹突如其来的出现，接着是战斗机的密集扫射，同时坦克也发起了致命攻击，可怕的力量瞬间四处蔓延。吉塞尔紧抓住自己的头，浑身颤抖，他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居然能在一瞬间消灭2条火龙，这是闻所未闻的壮举。自此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魔龙永远地消失在了人间，是现代军力取得了对火龙的胜利。男主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的时候，他以为他会受到处罚的时候，将军却掏出了一大堆熠熠生辉的勋章。这是上层领导乃至帝国对他击杀火龙的英勇事迹表示了毋庸置疑的赞许。同时在帝都的城墙之内，一架直升机载着火龙的头颅飞速朝皇宫方向驶去。能够彻底消除这种祸害，皇帝自然也是格外欣喜。当听说屠龙英雄中有磊来的时候，现场立刻爆发出惊讶的声音。毫无疑问，磊来是帝国的子嗣，皇帝对此感到极度骄傲，举杯的他想与大家共庆这份荣耀。但就在这时候，意外降临了。狡诈的突人族长暗地里施加了毒药，导致皇帝当场中毒倒地。皇子起初感到极度悲痛，
但当他意识到自己即将继位，真正成为帝国的统治者时，心中不禁涌起喜悦之情。可将军们怎么也想不到，在他激情澎湃的动员命令下，新登基的皇子已经准备好了对日本现代军队发起进攻。他以为自己能够复兴帝国，带领大家击败现代化的军队，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庸才，一个彻头彻尾的放荡不羁者。除了钟爱宠幸战斗兔地有磊，他就只擅长和平娜对皇帝作对。然而傲慢的他竟然敢对从现代世界带来的继子下手，这让男主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因为那女孩实在太像现代人了。索沙尔粗鲁地朝继子猛踢过去，把他粗暴地抓了起来，用命令口吻硬逼着继子求饶。可一听到那现代的话语，男主心里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这一下他再也按耐不住了，动作快得惊人地冲了过去。男主一拳狠狠地打在索沙尔的脸上，把他打得飞了出去。同时智乃立刻冲过去检查情况，迅速解开了继子的绑绳。听说能回家了，继子憋不住心里的悲伤，紧紧抱着智乃哭了出来。可索沙尔还是没悔改，让手下开始攻击，想把所有人一网打尽。男主能接受这种局面吗？显然不行。子弹上膛，全队都准备好了战斗。智乃像暴风骤雨般向敌人发起了猛攻，他仿佛在出戏，为继子遭受的苦难而战。连续的射击在短时间内一一击倒了所有敌人，索沙尔吓得抱头鼠窜。但当男主问有没有其他人被害，索沙尔居然嚣张地说：“你算老几？”智乃不再隐藏，摆出架势，戴上战术手套，成为了近战的霸主。猛烈的拳击生生击在肉上，索沙尔被打得浑身肿胀，那点傲气早就不见了。最后不得不把一切都说了出来。男主还是看在皇帝的份上，没有对这个恶棍皇子下狠手。但男主没想到帝都的局势变化得这么快，在地有磊暗中操纵下，那毒酒让索沙尔的梦想成真了。皇帝一倒，太子轻松坐上了皇位。他上位后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把平娜公主给抓了。索沙尔觉得他去求和就是背叛，认为这是对帝国子民的背叛。身为新君的他可丢不起这人。第二件事则是吩咐刺客去干掉磊来。虽说磊来是唯一杀死火龙的人，但他流浪民的出身在索沙尔眼里不配得皇室赏识。幸亏有人保护了磊来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紧接着男主就接到了骑士团求救平娜的传讯，于是他带领众人再战皇城。这场战斗注定血雨腥风。索沙尔那边盯上了翡翠宫，依靠帝国军的人数优势，他打算破坏骑士团的防线，干掉里头所有的现世界人。他可没想到800特种兵天降而至，他们仿佛深渊中的大军，雷霆万钧般迅速占领了城墙，在层层阻碍中悄悄接近了翡翠宫。枪械调至连射模式，调整好了呼吸。特战队员们这一刻对异世界军队发起了侧翼突击。天真的敌人用盾牌想抵挡，但在现代武力面前，那些全都没用。但战场变化总是出人预料，他们也有人不小心受伤了。异世界的士兵趁机全力进攻，小队长立刻部署了一轮火力覆盖。看来异世界的大军要准备接招了。结果是他们完全没法抗衡，连他们的头目都撤了，还怎么继续打？随着金发战士一剑斩落敌人，他们的特种兵占领了翡翠宫。同时在皇宫内部有了平娜作为人质，索沙尔稳如泰山。他依旧那么嚣张，但很快就有了质疑的声浪。3道强大的魔法能量破门而入，随后在硝烟中萝莉的身影显现。这一幕让索沙尔完全慌了，他对面前的人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更害怕死去。现场已经没士兵听从他的命令了，面对被称作死神的萝莉，没人敢挑战他一战。索沙尔明白不能再依赖他们了，他立马召唤出被囚禁的巨魔，那可怕的气息猛地扑面而来。磊来一点都不畏惧，操控着魔法杖高高飞升。他一边躲避巨魔的攻势，一边发射了精准的魔法能量，直击对方心脏。同时萝莉手握重镰，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挥出猛烈一击，最终在磊来连续射击下成功击败了那巨型食人魔。而这次男主的目的是安全带着平娜离开，他并不打算和索沙尔计较。就在这时，索沙尔忽然开口，但迎接他的仅有冷酷的枪声。索沙尔此时不敢再多说什么，只能任由男主带人离开城堡。
最后他们成功救出了皇帝，并返回伊塔里卡。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皇帝现在对公主可是刮目相看。就在大家的围观之下，他亲手授予平纳王位继承人的称号。那个在帝都里的索沙尔已经不复当年的跋扈，开始了和蒂欧娜的逃亡生活。而那些事都和男主没关。在现实世界里，男主乐开了花，因为他终于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拿到他一直渴望的同人本。但谁知道萝莉他们的出现让秋叶原变得人满为患。出于安全起见，男主又一次被带进了警车，眼睁睁看着梦中情谷从窗外闪过。这一下男主真是忍无可忍，他只是想逛个展子啊。好家伙，这题材群穿剧情啊！之前还刷到过全盛时期的武常穿越二战的小说，现代炮火压倒性的胜利战斗，但是穿异世界还是比较少见，轻松秒掉像天灾似的火龙。喜欢这种爽剧的不要错过哈。